上次開箱評測忘記評測讀卡器效能，今次補測試。身為前電子從業員和電子愛好者，會重點講解一下內部電子零件上嘅選料。拆殼前你需要準備特別嘅螺絲批，因廠商用咗特別嘅螺絲，所以你需要一支梅花頭螺絲批。拆除13粒螺絲，就可將底殼拆下。底殼上嘅銅片主要作用係防止電池洩漏和干擾，其次用途就係幫助散熱。電腦一半面積被聚合物理電池佔用。電池規格為 7.6 伏4830 mAh。下方係左右聲道喇叭。喇叭下方係強力磁石，作用係給覆蓋上後嘅螢幕。兩組天線負責 Wi-Fi 和藍牙無線信號，一組負責 2.4 GHz 頻率發放和接收，另一組天線負責5 GHz 信號。處理器位置，處理器用咗雙銅管散熱，再由風扇帶走全機熱量。右上方係 USB 和讀卡器電路板。讀卡器用咗 RTS5170 芯片，最高只支援 USB 2.0 速度。同一張記憶卡，外置讀卡器和機內讀卡器速度比較。指紋辨識器就在讀卡器電路板下。翻開黑色膠片，連帶固態硬碟嘅標籤都被撕掉。一共8粒芯片，組成8GB記憶體。如果沒有焊接工具和技術的話，想加記憶體是不可能的。黃色嘅膠紙係隔熱膠紙，防止處理器的熱量傳到記憶體和其他零件上。翻開膠紙可睇到負責音頻嘅芯片。另一粒芯片是 GL850G， 它是 USB 2.0 集線器。附近有粒按鍵，究竟有乜用呢？先賣個關子，之後再告訴大家按鍵有乜用。可拆除嘅固態硬碟。SSD 控制芯片。更換固態硬碟步驟及購買注意事。拆除螺絲。可支援2種規格的 SSD， 更換時不要買錯。換新時插上及上緊螺絲便可。主要電源部分。
上下橋為 QN3107 和 FKBA3004。由 RT3663BM 電源管理芯片控制，可編程嘅輸入和輸出控制器。USB Type-C 傳輸埠控制器。黑色膠紙下係無線控制器，它負責 Wi-Fi 和藍牙信號。講返粒小按鍵，作用是開機鍵，和鍵盤嘅開機鍵功能是相同的。廠商為了方便拆下主板維修時開機用的，而且鍵盤開機鍵損壞時亦可用它開機。最後提醒大家，最少2年清潔一次散熱風扇，塵埃會影響散熱，導致死機的。機底的氣孔亦要定期清潔。感謝收看，下次拆解電池和觸控板，請訂閱收看。